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，对这次重生者的身份进行过大量搜索，可以确定他是剧组的缝合怪，并非真实案例。友好起见，回顾一下重生者的来历。康斯坦丁多年前的一次做法是名叫阿斯特拉的女孩意外下了地狱，多年来她在地狱闯出了事业，决定把恶灵释放到人间。扎康出于内疚，未与阿斯特拉为敌，反而想让他改邪归正。真相传校队并不知道。言归正传，1989年7名学生死在了舞会上，行凶者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弗雷迪·迈克尔。2004年，弗雷迪被判处死刑，他的遗言只有一句 That I love my mother。 就这样，弗雷迪的母亲目睹了儿子被处死，心底深处早就把这群人当成了杀人魔。押送弗雷迪遗体的途中，裹尸袋突然打开，一股无形的力量踩死了油门，撞在缓冲筒上才得以停下。司机满脸是血的走下了车，本以为大难不死，却不料必有补刀。弗莱迪的遗体消失了。乘波号上，扎康鬼鬼祟祟准备离开，却被萨瑞亚逮了个正着。他自然不会说明和阿斯特拉的事儿，只能是以外出寻找办法根除重生者返场为由，要离开乘波号一段时间。 Someone say encore. I also said no musical numbers, so please don't. 雷想穿越到重生者小的时候，用良好的教育来改变他们，换句话说，教他做人，也是个心血来潮啊。雷被女友诺拉呼回了房间，之所以有刚刚的想法，源于诺拉现在是仙女教母，专门陪小孩子完成他们的心愿。结果每个小孩都想要一匹马，就他喵离谱啊！雷要做的就是陪着他完成他的心愿。另一边，扎利从初到乘波号的惊恐到现在的急眼，这之间没少给海伍德脸色。他扼杀了贝拉德要抹除记忆的想法，没有太多功夫去照顾网瘾少年，因为时震发生了，他们只能先把扎利关了起来。舞会杀人狂弗雷迪在2004年重生，作为一个恐怖题材的爱好者，艾娃清楚每一个细节。1989年的那场行凶中，蒂芙尼是唯一的幸存者。15年过去了，当初的89届学生准备召开纪念会，纪念他们逝去的同学。重生的弗雷迪一定会到场大开杀戒。传奇小队决定前去守株待兔。弗雷迪杀人前会戴上恐怖的面具，主要武器是一把西瓜刀。记住它的特征，小队便不至于大海捞针。艾娃第一眼就认出了当年蒂芙尼用来自保的武器，也在人群中见到了蒂芙尼。毫无疑问，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的他是今日焦点。米克却是眉头紧皱，喵的，来我的母校干啥呀？他从来不参加团队会议，不知道任务也是正常的。米克印象中的弗莱迪就是个软蛋。这时，一个叫艾丽的女生走到了米克面前，米克不好意思相认，自封新名，速速撤退。No, my name's Dick。艾娃见到蒂芙尼后相当激动，这种人在恐怖电影里可是女主角。萨瑞亚拉着他入了场，萨瑞亚看到了沙拉，问队友吃不吃的。场外的两人巡逻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他们确定弗莱迪出现了。此时纪念会正式开始，蒂芙尼本应该作为代表上台发言，却迟迟没有出现。灯光一灭，聚焦在了台上，蒂芙尼已经凉了，场面一下就乱了。雷和海伍德很快就发现了符合特征的凶手，只是对方拥有了重生的附加能力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入羊穴。哥俩敲门的时候，几乎吓死了沙瑞和艾娃。这门是敲不开了，米克着急着去救89届的艾丽，萨瑞只能给雷安排新的行动，穿越到过去教他做人。回到15年前，哥俩扮成了新来的老师，发现弗莱迪常年被霸凌，而今晚男孩就化身杀人魔。当时的校花蒂芙尼主动帮助了弗莱迪，并邀请他成为了自己的舞伴。看到这儿，海伍德心里一叹，这摆明了是要整蛊弗莱迪。懵懂的幻想里突然泼一盆冷水，这可能就是弗莱迪大开杀戒的原因。两人试图用补课来留住弗莱迪，但脸上的猥琐吓跑了男孩。他们回到乘波号寻找其他对策。诺拉突然一阵头疼，作为仙女教母，孩子们的需求和愿望她总能听到，特别是舞会的前夕，愿望最强烈的弗莱迪将她呼唤了过去。无助的孩子是最盲目的，诺拉很轻易就得到了弗莱迪的信任。弗莱迪忙着对付老妈，诺拉则趁机通话了雷。男孩现在还不是杀人魔，转变他才能挽救2004年。为了以后不被霸凌，为了让同学看得起自己，弗莱迪向仙女教母许了愿，他需要一套得体西装以及一匹马。Seriously, kid? 弗莱迪豪车接送，在诺拉的鼓励下，勇敢地挽住了蒂芙尼。大人有小孩心，诺拉也要和雷一起跳舞。贴心的雷还带上了海伍德。舞会上，诺拉给足了弗莱迪面子，看着他和心仪的女孩共舞，三人也没再打扰。但不出海伍德预料，这都是整蛊。弗莱迪头顶上的垃圾袋摇摇欲坠，这会成为杀人魔破防的最后一道墙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蒂芙尼竟主动带着弗莱迪离开了轰炸区。
恶霸见状没事找事，整洁的西装被洒了一身饮料，当众质疑蒂芙尼没按计划办事。弗莱迪的表情瞬间就冷了下来。校花主动献媚，自己果然不可能成为主角。蒂芙尼虽然一直在暗中帮助弗莱迪，但话被挑明，百口莫辩，杀人的念头已经萌生。诺拉狠狠瞥了恶霸一眼，事情可能要严重了。2004年时间线，萨拉和艾娃四处寻找弗莱迪的踪迹。Send you back to hell. Yeah! 这种惊悚的场面让两人精神紧绷，获得念力的弗莱迪更是残暴至极。米克在大厅保卫着其他同学，见艾莉要逃跑，米克连忙上前拦住。他不想坐以待毙，在这等死不如找路逃出去。这个想法说服了米克。正好他当年逃学时有个秘密通道，路上米克确认了艾莉现在还没有伴侣，正打算进入秘密通道，突然一把刀刺穿了艾莉的身体，他在米克怀里就咽了气儿。艾莉的死让米克怒气飙升，两女一看就知道事情不简单呢。原来艾莉是米克校园时期的女友，曾经就是越狱，要带着他去参加舞会。萨瑞安慰他事情会有转机，就看雷他们如何操作了。1989年时间线，诺拉追上了弗莱迪，男孩已经失了智，他现在只希望那帮人会遭到报应。诺拉不允许他产生极端的想法，他告诉弗莱迪，有一种力量比任何愿望都强大，那便是坦然接受自己的伤疤，坚持自己寻找自我。在诺拉的魔法下，弗莱迪上台释放了自我，过于魔性的舞蹈和仙女教母的暖心场控，弗莱迪成为了舞会的焦点。与此同时，扎利也想过越狱，可技术不到家，贝拉德在他进一步破坏前赶到，却也暴露了手腕的风图腾。传家宝果然被弟弟偷了，扎利嘲笑他自作聪明，真想要向家里开口啊！父母一直很信任贝拉德，贝拉德没什么成就，这才选择偷走传家宝。姐姐这种自我主义，掏出手机就代表正义的人，贝拉德懒得吵架，转身离开。连不上 WiFi， 手机电量又不足，扎利的心很慌啊，感觉自己要被世界抛弃。他走到电脑前，一些零碎的记忆突然诞生。靠着他，扎利成功开了肛门，只是他不知道承包号停在了1989年，直勾勾的就上了弗莱迪的车。此时众人正欣慰地看着弗莱迪，男孩重获自信，仙女教母功德圆满。告别后，弗莱迪带上妹子们上了车，正想去放纵一下，车上的扎利还在暗暗吐槽：我怎么点的是拼车呀？弗莱迪从良，按理说2004年的杀人魔将不复存在，但米克三人还是撞见了一个魔头，他一怒之下火力全开，却被杀人魔念力反弹，米克惨死当场。但他的火也烧毁了杀人魔的面具，弗莱迪的母亲凯西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他觉得每个人都想抢走自己的宝贝儿子，那个校花也是，其他同学也是，所以他当年杀光了接近儿子的人。话已至此，大家明了了，舞会杀人魔从来不是弗莱迪，是他那个宠爱到变态的母亲。杀了人后，弗莱迪想保护母亲，便替他背了这口锅，直到儿子被执行死刑那天，伤心过度的凯西也突发心脏病死去，这才成为了重生者。半路杀了司机，劫走儿子的尸体。1989年的时间线，凯西也一直藏在暗处，准备杀光儿子身边的人。与两条时间线同步行动，萨瑞很快被念力打晕，这边同学们被吓得惊声尖叫。唯有冷静的扎利在反抗，众人打开车门四处逃跑，扎利在内不少人被砍出了血。企图优先杀死扎利的凯西被防狼喷雾迷了眼，不得已摘下面具露出真容。儿子投来了质疑的眼光，他连忙解释妈妈是为了你好，甚至变态到想刺死儿子。好在贝拉德及时赶到，借助风图腾击溃了凯西，这才改变了历史。2004年，炸死的萨若与艾娃联手对敌，焦灼的战斗，两人落了下风。但随着历史的改变，这条时间线的凯西遭到抹除。1989年的警方上了后，突然失去了母亲，弗莱迪很难过，但诺拉让他好好活着，不要被成长中的障碍扰乱了心智。基蒂根修复了扎利的伤口，同时他也逐渐理解了弟弟的用心。自己19岁就通过网络成了百万富翁，贝拉德上了5年学一无所成。或许拿着风图腾去行侠仗义才是弟弟想要的生活。小队在新的2004年庆祝，贝拉德姐弟也赶了过去，米克也没死。这时一个叫艾丽的女生走到了他面前，米克大方承认两人旧情复燃。15年过去了，弗莱迪和蒂芙尼成为了夫妻，他依然记得帮助过自己的仙女教母。在贝拉德的建议下，伙伴们拍了全家福，每一对都在秀恩爱，唯有海伍德在搞怪。拍完了才想起了米克丢了，
人家这会儿正忙着繁育后代呢。好大的枪啊！哎，可不是我开车啊，米克就是这么说的。此时扎康回到了家，不争气的盖瑞又中了邪。扎康不耐烦地恢复了他们要进去寻找解决办法。可一进门，家里成了乞丐们的寄居地。屋里的另一个扎康还跟几个猛男玩弄了一夜，果然是变形者查理。扎康喝着闷酒，与其说来寻找解决办法，不如说是想一个人静静。他的家里有一扇魔法门，阿斯特拉母亲的灵魂就在门的另一头。可惜那帮家伙实在不待见自己，但这又是说服阿斯特拉唯一的办法。扎康喝酒就是在惆怅这件事，查理鼓舞他开门进去，开个门或许就是解决办法。很多无助的人想要这种办法，门都没有。扎康决定再走一趟。 I call upon Hecate, Lady of Keys and Guardian of Crossroads. Sever this seal. By my blood, be open. 这次的实证虽然没有真实案例，但处处可以看出致敬。弗莱迪·迈克尔这个名字致敬了猛鬼街弗莱迪以及月光光心慌慌中的迈克尔。杀人魔几次出场的 BGM 出自恐怖电影《惊魂记》。刺耳的提琴声总会让人想起那间浴室，而本集结尾处 ，Sarah 说了句“最后的女孩”。You are my final girl. 这同样是一部惊悚电影的名称。This went from John Hughes to John Carpenter. 海伍德这句吐槽也很恰当。约翰·休斯是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青春片导演，呼应了弗莱迪和蒂芙尼的甜蜜相处过程。约翰·卡彭特又是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惊悚片导演，月光光心慌慌便是由他执导，又对应了接下来的杀人场景。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应该很容易就发现这些致敬。鄙人最不喜欢恐怖电影，没什么勇气去看，科普这些的时候裤子都湿了。还辛苦各位点点关注，不说了，换裤子去了。